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？在新加坡生活这么多年，你可能很少认真想过一件事：为什么这里几乎看不到电线杆？无论是在 HDB 楼下喝咖啡，还是沿着 East Coast Park 骑车散步，你抬头看到的往往是一片干净的天空，而不是横七竖八的电线和密密麻麻的电线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电到底是怎么送到每一家每一户的？你上一次在新加坡街头看到电线杆是什么时候？很多人可能要去新山、曼谷、马尼拉，甚至翻开几十年前的老照片，才会重新想起那种城市景象。因为今天的新加坡，输电和配电网络地下化率已经接近100%，这个水平放眼全球大型城市也是极少数。但很多人以为新加坡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城市更整齐，更符合花园城市的形象。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超级基建工程。为了把电网藏到地下，新加坡投入了数十亿新元，甚至向地下延伸到大约60米深的位置，争夺这座小岛国最宝贵的资源——土地空间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拆开这项隐形工程的成本账。新加坡为什么要把电线杆从地面彻底消失？这到底是一种过度追求美观的城市设计，还是一个土地极度有限国家不得不做出的生存选择？先看最硬核的部分。SP Group 过去10多年做了一件非常重的工程——深层电缆隧道，总投资大约24亿新元，2条主干系统，一条南北，一条东西，全长约35公里。听起来35公里不算特别长，但真正夸张的不是长度，而是深度。它平均在地下约60米，最深超过80米，比很多地铁隧道还深。也就是说，这套电力隧道很多时候是从地铁下面穿过去，还得避开水管、污水系统和各种既有设施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把一栋20层楼高的大楼横着塞进地下，施工难度当然不是普通挖沟能比。新加坡地下有5级芝麻花岗岩，也有条件复杂的玉廊阻地层，工程必须在高密度城市环境里控制沉降、噪音、震动和安全。更关键的是，隧道不是挖完就结束，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运作的平台。隧道内径大约6米，里面容纳超过1200公里的230千伏和400千伏高压电缆，整体结构设计寿命达到120年。电缆本身大约30年左右要陆续更换。过去换电缆往往意味着挖路、封路、再围挡。现在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竖井直接进入隧道，在地下完成维护和更换。里面还有自动化运输设备和光纤温度监测系统，随时发现异常。还不止电缆，新加坡连变电站也往地下藏，比如拉布拉多230千伏地下变电站，占地只有传统地面变电站的大约1/3，释放出约3公顷地面土地。在新加坡，这不是小数。再看滨海湾那一带金融中心下面还有共同沟系统，里面不止放电缆，还放电信、供水、燃气，甚至区域供冷管线。核心逻辑很简单，不同部门与其今天挖一次，明天再挖一次，不如一开始就把地下空间系统化管理。这才是新加坡基建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它不是单点优化，而是把整座城市当成一台长期运营的机器来设计。问题来了，这个工程这么贵，为什么新加坡还要做，而且一做就是几十年？原因至少有3个。第一是气候，新加坡在赤道附近，全年雷暴天数很高，常年都在160到180天这个区间，雷多，雨急，阵风强，如果主干电网大量挂在空中，树倒砸线、雷击设备、暴雨强风带来的故障都会更频繁。很多国家可以把这当成常态，但新加坡不行。把主干电网尽量移到地下，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把天气对供电系统的冲击降到更低。第二是供电可靠性，这本身就是国家竞争力。新加坡长期把系统平均停电时间控制在不到0.15分钟，也就是平均每户1年不到10秒，供电可靠率接近6个9。这个数字不是拿来做海报的，它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。新加坡依赖的是半导体、制药、数据中心、金融交易这些高附加值行业。
对这些行业来说，最怕的不是停一天电，而是瞬间的电压波动。晶圆厂哪怕只是0.1秒的电压骤降，都可能让一整批高价值产品直接报废。第三是土地，新加坡国土面积有限，地面空间的机会成本非常高。高压线和电线杆不是只占一根杆的位置，它还带着安全隔离带、视线限制和周边开发约束。你把这些设施留在地面，很多地方就很难做高密度开发。把它们搬到地下，释放出来的不是抽象空间，而是实打实的祖屋、道路、公园连道和商业地块。所以新加坡不是因为有钱才把电网地下化，而是因为他不这样做，很多国家级目标根本做不成。不过这件事不能只讲成一面倒的成功故事，地下化当然有代价，而且代价不低。先说维修，地上电线杆坏了，很多时候问题看得见，抢修也相对直接。地下电缆不是这样，一旦绝缘老化，接头出问题，或者某一段发生故障，先要定位。可地下环境本来就复杂，周边还有别的管线、道路结构和建筑基础，找故障点和修复的难度通常比地面架空系统高很多，成本也可能高出5到10倍。这也是为什么地下化不是把问题消灭，而是把问题从高频小故障换成低频但更贵、更难处理的大故障。第二个现实问题是很多本地人一定会吐槽的，你不是说都地下化了吗？为什么我家楼下还是一直在挖？答案是，深层隧道解决的是主干电网，主要是400千伏和230千伏这一层。可你日常真正接到家里的分支配电网，像22千伏、400伏，还有光纤、5G、小型水管更新，这些很多都还在地表下1到3米的浅层区域。也就是说，最核心的高速公路已经搬进地底深处了，但社区里的支路、巷道和接驳线还是得在浅层地下抢空间。所以你看到的围挡、刨路、微型开槽施工，并不代表前面的深层工程没意义，反而说明新加坡地下已经挤到连地下1-2米都变成稀缺资源。第三个问题最现实，谁付钱？这些几十亿新元的建设成本，后面还有监测、维护和更新，钱不会凭空出现。居民每个月拿到的电费账单里，其实也在分摊这套电网的建设和运维。所以这不是一个只谈先进不谈成本的话题，它本质上是在问你愿不愿意用更高的长期固定成本换更稳定、更高质量的城市运行。而且这套地下电网还没到可以轻松躺平的时候，未来10到20年，它会面对2波新的压力。第一波是电动车，新加坡已经明确推进电动车普及，目标之一就是让所有 HDB 停车场逐步具备充电条件。听起来很合理，但电网要承受的压力会非常实际。过去很多组屋区晚上的用电高峰，主要是空调、热水器和家电。以后如果大量车主回家后同时充电，老社区的浅层配电网、变压器和低压系统都会吃紧。所以现在很多升级，并不是大家肉眼能看到的地标项目，而是地下默默进行的变压器扩容、配电线更新、负荷管理和智能电网改造。第二波是能源转型，新加坡地方太小，不可能靠自己铺满风电和大型太阳能，要走向净零，进口绿电几乎是必选项。现在已经在推进区域低碳电力输入，也在研究更多跨境电力互联，甚至更长距离的海底电缆方案。问题在于，这些远道而来的电不是到了海边就结束，它还得安全、稳定的接入本地电网。未来如果高压直流海缆大规模接入，本地地下输电系统、换流设施和落地点布局都会成为新的战略竞争点。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新加坡没有电线杆，并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基础盘。真正更难的是在不牺牲稳定性的前提下，把这套系统升级到能承接电动车和绿电进口的下一阶段。所以看一个国家的底气，不能只看地面上那些最亮、最会出片的东西。滨海湾金沙很显眼，西澳樟宜也很显眼，但真正支撑新加坡模式的，很多时候恰恰是你完全看不到的那一层。你脚下的电缆、管沟、变电站、隧道、
平时没有存在感，可他们每一秒都在工作。新加坡街头没有电线杆，不是因为老天特别照顾，也不是单纯审美高级，而是这个国家愿意用极高的资本投入、极长的规划周期，去解决一个资源稀缺城市最根本的运行问题。问题最后还是回到你我身上。为了这接近100%的地下化，这6个9的供电可靠率，这片干净的天空，还有每个月账单里的基建成本，你觉得值不值？如果让你选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街上多一点电线杆，偶尔停个电，换更便宜的电费？欢迎把你的看法放在评论区。如果你想继续看新加坡那些平时看不见，但决定生活质量的底层系统，记得订阅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